9分、8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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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分。为何奥特曼评分最高的8部剧场版都是平成黄金时期的作品，而新生代剧场版却频频出现5分、6分这样的烂分评价？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1996年迪迦 TV 版的商业成功，以及后续高质量的作品输出，让远古获得了资本支持，剧场版的投入更是达到 TV 剧的3倍以上。还有一部分原因，则是当时导演编剧的人才井喷，不仅将奥特曼这一 IP 突破至共项框架，而且将社会议题以及哲学思辨融入叙事，这是时代的必然性，也是奥特曼这一 IP 能够延续至今的关键所在。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均分达到 8.8 分的剧场版为何能够成为经典。第8名，戴拿奥特曼剧场版星光战士，1998年上映，豆瓣评分 8.6 分，导演小钟和哉，编剧长谷川圭一。在主旨利益上，这是平成初期2代英雄的首次同框，并且集结了迪迦胜利队以及戴拿超级胜利队的经典角色，通过戴拿人间体飞鸟性的人物成长，告诉大家所谓英雄也并不是无所畏惧，最后通过人类集体信念唤醒奥特曼的设定，再次向大家传递希望源于群体意志的价值观。同时，本片制作水准追求创新突破，作为平成3杰的首部剧场版，采用电影级特效与运镜，开创了奥特曼剧场版工业化的先河。第7名，高斯奥特曼剧场版日月第一击，2001年上映，豆瓣评分 8.6 分，导演半岛敏宏，编剧半岛敏宏。本片作为高斯 TV 的前传，大胆采用少年武藏为第一主角，从遇见高斯到执着证明奥特曼的存在，再到为外星生命挺身而出，这是与高斯羁绊的开始。期间武藏在高斯手掌中飞翔的镜头，无不体现着我们童年对于梦想的渴望。这通过孩童的纯净视角，折射出了现实中童年幻想普遍被大人所忽视的困境，既保留了童话感，又赋予了现实共鸣。在剧情上，影片中巴尔坦星人因为家园的破碎而选择移居地球，但防卫军盲目攻击外星生命的桥段，影射了现实中那一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排外心理。最终，高斯以慈爱战士身份守护巴尔坦星的幼体，促成了人类与外星文明的停战。这种拒绝暴力解决争端的价值观，在特摄剧场版中极为罕见。第6名，高斯奥特曼 vs 杰斯提斯奥特曼最终决战，2003年上映，豆瓣评分 8.7 分，导演北浦四四，编剧长谷川圭一，川上英信。本片作为高斯剧场版3部曲的完结篇，完美收束了武藏勇者成长的主线，并且深化其仁慈并非软弱的核心精神。在剧情上，围绕人类是否值得拯救这一命题展开，通过宇宙裁决者德拉西翁预言人类会在2000年后成为宇宙的危害，将对人类发动重置计划。这打破了传统非黑即白的战斗逻辑，而是以更高维度去探讨文明的价值定义，通过人类与怪兽共同守护家园，以及武藏相信人类可能性的信念，感化了计划实施者杰斯提斯，也再次呼应了高斯仁慈与勇气并存的设定。面对终极兵器千兆恩多拉的强大压迫感，高斯与杰斯提斯融合，召唤出传说中的战士雷杰多奥特曼，堪称奥特曼史上最震撼名场面之一。虽然人类相较于庞大的宇宙只是沙粒，但人类独有的善良、体贴这些特有的情感，即使在未来也能创造更多的可能。第5名，奈克瑟斯剧场版奈克斯特奥特曼，2004年上映，豆瓣评分 8.9 分，导演小钟和哉，编剧长谷川圭一。这绝对是最不像奥特曼的一部奥特曼剧场版，身体布满红色血管状纹路，手臂自带进化切刀武器，这一颠覆性的造型无法让人将其与奥特曼联系到一起。也正是这一颠覆性设定，凸显出了原始生物的战斗美感。作为奈克瑟斯奥特曼的前传以及诺亚奥特曼的幼体形态，它奠定了异生兽威胁人类存亡的阴暗世界观，引入了噬能者传承光之力量的宿命感。通过主角真木顺一被迫成为噬能者的挣扎，牺牲个人幸福守护世界和平，跳出了传统奥特曼英雄无敌的框架，也为后续 TV 版的神作地位埋下伏笔。在制作上，影片采用 CGI 与实景合成技术，全程写实风格拉满。开篇战斗机的出场，到奈克斯特与始祖异生兽的空战场面，都是堪称好莱坞级别的制作。最后在城市中解决掉异生兽的西洋场面，经典至极。虽然奈克斯特以及奈克瑟斯都是成人向作品，但堪称神作的评价无不传达着观众对于远古艺术的认可与喜爱。第4名，梦比优斯奥特曼与奥特兄弟，2006年上映，豆瓣评分 8.9 分，导演又是小钟和哉，编剧又是长谷川圭一。这是奥特曼40周年的纪念作，因此情怀成了本片唯一的主题。自1983年的奥特物语后，影片再次实现了奥特6兄弟的全员登场，加上4位人间体的合体出演，触发了多少昭和奥迷的集体回忆。剧情上，4位奥特兄弟为了守护地球，甘愿耗尽能量封印大 boss 萨乌鲁斯，从而化作人间体继续生活在地球上。而梦比优斯作为当时的年轻一代奥特战士，延续着前辈们保卫地球的使命。但在4个曾经在奥特兄弟中登场的怪兽组成的怪兽联盟一番计策下，不仅封印了4位昭和老奥，
而且解除了萨乌鲁斯的封印。在最终决战中，佐菲和泰罗前来救场，奥特六兄弟也将全部力量融合进梦比优斯体内。梦比优斯无限形态首次登场，也是完成了昭和平成两代战士的传承。这一里程碑的情怀之作，也直接促成了下一部神作超巴奥的诞生。第3名，盖亚剧场版超时空大决战。1999年上映，豆瓣8.9分，导演还是小钟和哉，编剧还是长谷川圭一。本片完成了平成三杰的首次同框，并且出乎意料般全都成为了电影的配角，而主角却是一位喜爱奥特曼的小学生小冕，这让观众降低了理解的门槛。小冕通过偶遇一颗许愿红球，展开了人性欲望与希望的探讨。不像传统许愿机等于美好的常规逻辑，而是揭示无节制的欲望即是灾难的哲思。通过欲望的不断增大，也使世界陷入即将毁灭的境地。面对最终 BOSS 欧布猛狮王，我梦穿越时空拯救孩子们心中的那一道光。在危难之际，小冕鼓起勇气，拿着红球大喊光芒，召唤出迪迦和戴拿的那一刻，也使当时屏幕前的我彻底破防。这不仅守护了孩子们心中的梦想，也是完成了我们奥迷的情怀期待。直至今天，平成三杰依然是奥迷心中最经典的3位奥特曼之一。第2名，大决战超奥特八兄弟，2008年上映，豆瓣8.9分，导演八木易，编剧依旧是长谷川圭一。作为奥特曼40周年的第2部力作，本片堪称奥特史上最具情怀的剧场版。昭和4位奥特曼与平成4位奥特曼首次同框，人间体也全部原版出演。它不仅完成了昭和老奥对于心爱之人的意难平，也给平成三杰设定了更好的结局。同时，这也是长野博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出演大谷，成为了其迪迦身份的谢幕之作。这些空前的情怀集结，引爆了多少奥迷的集体回忆。在剧情上，颠覆性的引入了平行宇宙的设定。在一个并不存在奥特曼的平行世界中，众位人间体也只是寻常的普通人。以梦比优斯人间体日比野未来意外穿越次元来到这个平行宇宙，在与大谷的相识中，逐步引出了黑暗中的危机。在绝境时刻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谁都能变成光。平行时空的2个同位体合体，将奥特精神转化为了对现实人生的激励。7位人间体的集体变身，也终于完成2代奥特战士的史诗同屏。特别是最后时刻集体开启闪耀状态击败暗黑影法师的场面，以及朝阳中8位人间体向大家走来的画面，成为了奥特史上永恒的经典。这不是只供向特摄，而是献给所有成年人的梦想战歌。第1名，迪迦奥特曼剧场版最终圣战，2000年上映，豆瓣9.0分，导演春石弘实，编剧没错，依然是长谷川圭一。评分最高的8部剧场版，他足足贡献了7部，可见长谷川圭一的编剧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，传递出的这些正能量的内容，有多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。本片发生于迪迦 TV 结束之后，一个横跨3000万年的秘密也浮出水面。通过探秘超古代遗迹，一场光与暗的永恒辩证也拉开帷幕。黑暗巨人的苏醒揭秘了迪迦的真实身份。作为3000万年前最强的黑暗巨人，此时失去力量的大谷被迫以凡人之躯直面心魔。虽然曾是黑暗，但拥抱过去才能真正走向光明。因此大谷手持黑色神光棒赴约，再次将使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。而卡米拉身为迪迦的昔日恋人，并非纯粹的反派，他也曾向往光明。然而恋人的背叛使其彻底黑化，这份未被理解的痛苦造就了绝望的实体化迪莫杰厄。最后超古代战士亡魂的光芒涌现，促成精神环绕的闪耀迪迦，再次印证了集体意识之光才是光明的最终表达。这光芒也足以击溃一切黑暗。结尾处大谷与飞鸟的相遇，也拉开了戴拿奥特曼的序幕。本片突破了传统剧场版的娱乐边界，成为奥特曼系列中兼具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标杆之作。